某一个环节应该看得出来我有点丑很累，因为他说我们就做朋友就好了，我们就做朋友就好了，是怎样？我都还没有告白，我都还没有说出我的真心话，你给我说做朋友什么意思？他可能无心之论啊，但我就走心了，大走心。本期节目非常感谢我们的干爹337同居约会赞助。哇，我们的人气王，哇，几个了？4个了，要第四个了。才是海后，请说。谢谢你的安慰，当下可能没有表现出情绪，但你说的那些话真真实实影响了我，剩下的时间可能做得不好，但我会再加把劲。哎呦，同期那个其实我有点不太知道具体是什么事情，但我想可能是他在担心说他来上节目，然后他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然后他会觉得说那节目可能看不到什么东西。但我跟他说这其实不重要，你就是来这边就是做你最原本的样子，因为你最原本的样子一定会有人共鸣，因为也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很直接，像手拉雅那样子直接表明他的喜欢，或者像我一样讲话直接可以说别人的想法。那他是慢热的人，就展现他慢热的样子，因为很多人也像你一样，他可以在你身上找到共鸣，可以找到一些疗愈的样子，所以你不需要太执着于，就是你觉得你不会被喜欢，就是一定会有看见的。其实我很感谢他，就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这些话有鼓励到我了，但是就是对我来说，这句话给我很多力量，然后就是也给我更多的勇气嘛。你要变武则天了吗？第一次收到讯息耶，那一次就给你那么多的。我没有收到心动讯息。好的。就还好习惯了啊，没啦，因为我本来就是大家长的角色，我自己定位也是这样，所以没有特别希望自己收到什么。我觉得就是各自选各自喜欢的就好了，不需要什么出于怜悯啊还是怎样的。今天很开心能更加认识你，然后一个表情符号，然后你是温暖又有趣的人，希望之后有更多机会聊天。可以。有些人感性，他会希望我给他一些共感的部分，但是这部分我认为我做的不太好。可是跟 Clara 聊天的时候，我就完全不会有那种会觉得说他会希望我跟他共感，他会希望我给他情绪价值的感觉，就可能我们两个的想法上蛮合得来的。那他今天传匿名讯息给我，就我很开心，就是他那个当下不是在讲场面话。希望剩下这几天你能开心，做你想做的就好了。没了。应该就是张好人卡吧。前面他们就那么明显的，我当然就知道了。那我就以成全为主，因为喜欢不一定是要占有，更好的是他可以更快乐。佩佩觉得自己是觉得自己快乐 OK 就好了，不要想太多。但我是希望别人快乐就好了，我没事。我觉得我讲给他是想要再重复一遍，有点像是最后的再跟你讲一次。我当然还是害怕说的，万一我真的这样讲，然后他就是做出很超过的行为什么的。对，但是我觉得这次之后他会怎么做，我再来应对的。对啊，我不喜欢我就跟他讲。确实，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会不会造成麻烦？就某方面来说，我不希望他有压力。他有压力就拒绝你。不是，我说的压力是，他拒绝我有压力。我担心的是这个。或是如果你可以再跟对方就是聊聊天，我自己很困惑的时候，我也是会想找对方聊天。我现在问 GPT 了，你问，问我问了，做与不做？对嘛？你找一个优柔寡断的人问，来。你有跟他好好的还没有好好的聊天，你这样努力啊？聊过了，已经聊过了。对，但是因为聊完了之后，我认为他的各部分来说都有改变，可是明明就有改变的状态下，我自己也不理解啊，就是他明明改变了，但是他的选择还是原本。可是你要想，这可能是一个人心里的百分比的问题，他可能现在目前对这个人的百分比是比较高的，
然后对另外一个人可能百分比没那么高，但是他不等于说他想要确定关系了。老师，我听不懂什么，你在表达什么？就是为什么接得到？反正他的意思是只是我就不把名字讲出来。对，例如说，我从一开始我就有注意到弟弟这个人的，可是就是会觉得说，就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搭上线。可是我在跟他出去约会之后，我深刻的爱上我。哦，中了，中了，有晕了。啊，我跟他出去约会之后，就是我们两个的关系有亲近的，就是我至少熟悉他，他也熟悉我的状态下，对。可是约会过后，他就会常常可能待在我身边啊，或者是可能想要来找我啊之类的这种做法。可是，在你需要去选择跟你的心动对象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我，他永远都选择别人这样。对，就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你要这样。不是我，大家传心动讯息有时候不一定真的是，我当然是不止心动讯息的部分啊。你是说可能他做一些选择的时候都是选择别人，然后不是选择我说你为什么都不选择我？他已经丢直球了。哦，是我吗？他已经哦，好哦。刚就跟你说，你有没有 get 到？我跟你说，他很笨，他很笨。有啊，我要选择你啊，但今天没有机会让我选择啊。我不知道，就是明明你今天眼妆是我觉得最好看的一天。就是我不能理解啊，就是为什么明明我觉得，就是对你释出信号，但是我每一次就很渣，然后每一次传讯息都给别人。OK， 就假设是我不是真的弟弟。还真的没有鬼故事，没有鬼故事。你没有？等一下，这故事是这样子。等一下，我有传给你，你对我心动，然后我传讯息给他，然后你也不传给我，然后为什么要我传给你？我有曾经传过。那你怎么可以只有曾经传过，然后要求人家一定要传给你？可是重点是他没有传给我过。哦，我曾经传过。心碎小狗。没有啦，我就不是这么就是你有跨出去那一步，但是你的那一步就是很隐性的那一步。可是我觉得我一次比一次在努力嘛，就是我一次比一次还要明显的感觉起来。各方面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团体里面，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没有他，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成长这么多。就跟他聊天，我觉得是安心的。同期算是现在在我的排行里面有第2名。我在排行是第3名，所以他是咨询我1、2名的事情。现在其实大家也都是还是好感阶段，所以我还是就是觉得，如果这是他快乐然后想要做的，我觉得我还是会去支持他。我跟你讲一个小秘密，超香的。其实也没什么事啊。你记得那个体香，然后你知道我觉得我有点白痴，我就是拿去给对呀，然后他问我说你怎么知道？是他的，然后我就随一下说，我就有注意到，他因为这件事情，然后传讯息给我。他就说他发现我是细心的人，有发现我的好，没有，我觉得这样子好靠腰哦，我心里过意不去。没关系啊，你就当做是你讲的，你就对啊，就是你发现的，应该没差啦。没有，我只是很靠腰。不会啊。他就在那边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在说。我注意你哦，我注意你这种这讲的。但是我们是不能3个人一起睡吗？可以啊。对啊，如果想。就不是他们说不能换床啊，这样算换床吗？没有这么严重。不然就搬走啊。没有病床啊。对啊，病床。对啊，你可不可以那个？这么好我要病床。对啊。不用了，没关系啦。我想要病床。而且这样那边就有更大的地方可以放自己，我就可以3个放。没关系啦。我有关系啊。你别再热演了，好不好？热演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直很想演戏。为什么你们2个有那个？因为你不共同王仔。我换你走开，你睡这里啦。好，过去一点。1、2。可以。好，这样刚好。我们怎么那么聪明啊？小孩在你跟我睡。好啊，你要睡这种吗？对，我真的直接把东西。所以你要睡这？不是啦，我心里放好了，就是
还是我们可以把4张床并在一起，这样这边空间更大。可以啊，可以啊。然后那个拉过去后面。嗯，看，我就是空间小达人，好赞哦！自己讲。推着走，我来。好，哇，这样应该就够大了吧？你要录那个吗？你感受到了吗？我帮你长肌，我会觉得你很酷。这不是台湾高中生必旅必玩吗？哇，超大双人床哎！哎，他没下去哎，等一下，大哥，好赞哦！小豪，怎么了？我还在你的心动前3名吗？还在啊。对啊。我是第几名？你觉得你自己会是第几名？我应该只输弟弟吧。对。第三是谁？第3哦，那时候其实想很久，选了一个，因为他一定要就是我们写出来嘛。啊，我猜。Soraya。不是。Eva。童熙。哦。そうか。因为讨厌我就是在你们面前说小情侣吗？不行。不会啊。不会吗 ？OK 的是不是？还好。还可以。因为你们不喜欢的话我就不讲。不会啊，我开心。也不开心。OK。就还好。好。只是没有回应你而已。那个什么？害羞。我跟你讲，如果你在上面，我跟你转头。我还是很自豪，这里只有我亲过你。2次。只有我亲过你。今天聊得开心吗？聊什么？在家。还好哎，我觉得我没聊什么。关灯了。晚安。大家住在一起，同居、约会、生活的最大的价值，跟其他认识别人的方式，你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一方面是看到对方在一个团体里面，展现出来的样子，然后另一方面是可以看到对方比较日常的一面，无论是睡前的一些各种小习惯啊，起床的小习惯之类的，然后甚至因为我很重视那个卫生习惯，所以我觉得同居约会是真的可以把卫生习惯看得还蛮透彻的。我觉得非常好的原因是来自于就是因为你是跟这个人100%专心的在跟这个人相处，因为你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的话，你还是会被你平常日常生活给干扰。那在这边就是你可以专心的在这个人身上，其实我会觉得那个真实感会更多啦，更纯粹一点。你是不是很羡慕我们的同居生活？那你一定要试试225同居约会。这是同志的沉浸式体验，住进公寓让暧昧自然发生。全场有管家陪同，参加者都经过严格的审核，绝对安心又真心。想体验恋爱实境秀的生活，千万别错过！立即点击链接，输入专属码337BM2。晚上有点冷哎，会痒。我现在是一声刚起床的声音，很好听。我也不可能一直都很快乐。我知道。所以跟他同年龄的，跟他聊得来有同话题的人，但是他可能觉得说，我前面跟他约一次约会都在图他开心啊，这样，在主动，那为什么最后还是回答说祝他幸福快乐这样？可能是这样吧。我说他们俩都那么明显，那我要去拆断人家吗？但是他明显看起来更合适。对。那时候他们问说你的心动排行哪些？我的卡没有。我真的突然就很想回家了。所以我后面这几个人就想当同龄。可以啊。你真的好烫啊！笑死。不冷了哈。不冷，我睡。
香，我有喷香水吗？我喷那个发香。香。天哪，香吗？你要让我晕船吗？没有那么快啊，没有那么快。我说你们一天到晚穿裙子，太扯了。你说我吗？我屁股大。真的。不要拿长裤，穿不了一点。所以我能穿长裤，我会运气好。对，我很羡慕那种就是穿裤子看起来是腿很直，然后屁股就这样小小的、翘翘的这样。我屁股其实也很大，可是我说的大是后翘的部分。哦，我也是啊，我也是后翘很后翘。对啊，我都不喜欢这样。哇，他天生就这么胖的。就我喜欢扁身，我也喜欢扁一点点。你的胸部也是，我说哦，没有。可是我觉得还好，因为胸部你只要不穿钢圈，像我今天没穿钢圈就很扁了，这样很扁吧？我自己先敲过去，他妈的！你会绑辫子吗？你想要绑什么？可是你有带那种小香围巾吗？没有，我只有这种大的。你想要绑？我想要在这边绑一只小辫子在这边。决定跪起来。什么鬼？因为我太高了，对不起。对。真的抱歉。哎呦，脚长身体也长。真会聊天。看我。就一个会变成小洋娃娃，然后就另外一个就负责玩洋娃娃的。什么鬼？一点都不喜欢玩洋娃娃，不好意思。所以你就被玩的。哦，我喜欢当被玩的那个。头好痛哦，辫都散了。靠背，气死我了！不是一个公的人，整天想被瘦。这是个性方面。好笑，然后伺候不了一点。难伺候，真的超难伺候。讲出去，我喜欢攻击别人，然后但是我又 M， 气死！我要认真，我不能再闪掉，我先认真绑好。对的，我先认真好。越来越熟，接触越来越多之后，各方面来说，我觉得他都有照顾到我，不止一点点。昨天的妆是他帮我化的，还担心说什么要不要吃痘痘药啊或怎么样。像今天那个头发这边也是弟弟帮我绑的。我认为我在感情方面我是照顾人的那一方，但是跟弟弟在相处的时候，我总是被他照顾，就是让我有一种换了一个角色，然后就是去体验到被照顾的感受啊，就我真的有吓到，就是天哪，各方面来说都很好。可是我觉得我确实可能有点傲娇，就是我其实是偏付出的，但如果突然人家对我付出，我会觉得这种暴击，对，会有暴击感。可是我觉得他很会照顾人。对啊。我知道，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被照顾的那个，结果他这几天都在照顾我。好爽。所以就是难得，如果有人照顾我，就觉得天哪。这是什么心动的感觉吗？我被宝宝照顾了吧？对，你被宝宝照顾。我的天哪！因为宝宝都没有人照顾，然后有我在照顾你，没有人这么，只是那有人要照顾我一下。你又不是宝宝。这太危险了！所以我都丢在别的地方，不会丢你啊。我就说这太危险了。那个更危险吧？可以互相伤害。他太危险，他会一直飞向我这里。好好笑。我很有分寸哦。对，就知道啊。好，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它是结合一个业配短剧的竞赛。我们还要帮你们业配，天哪！很棒啊！我最会介绍。谢谢你们哈。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那时候好像是爱迪生还是谁，他就说就很适合我啊，很适合伊娃。可是我平常就很爱那边乱演，那边模仿什么什么什么的。等一下会总共分成4组，大家轮流每一组去表演出来。那我们会选出一个表演最好的第1名。第1名呢，你们可以获得去小纪家的小纪私厨，他会做菜给你们。而且 ，Oh my god！ 而且，我要找那个最会演戏的。好，会是你们2个人独有的空间，好，一起聊天，一起吃料理，同时还有奖金2000元。
这2000块一定是我的，怎么可能让别人拿走？我真的超想去的，我好想吃小鸡煮的饭，而且还有2000块。我今天原本应该要拿到薪水，但是我的老板说明天再给我。那这个其实就是让大家直接分组，1到8号就按照顺序，1号你可以选哪一位跟你当你的队友。我其实还蛮想跟伊娃同一组的，因为他很好笑，就感觉我们可以拍好笑的。应该就伊娃跟佩佩其中一个吧，或是都可以。好，那抽到1号的是谁？那请选择你待会要合作的一位伙伴。那你会去选谁？没有你就选。那我选萌萌。所以佩佩跟萌萌待会会一组。但是我那时候会想说伊娃会不会怎么样，所以我还有看他一下，他好像说一些话，就是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但就是我还是选萌萌。2号是伊娃，请你选择你的小伙伴。我选小哈。哇，你想赚2000吗？蛋赚。好心动哦！但我们觉得蛮特别的，就他跟哈组，我想说，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聊天呢？因为我觉得他也有一种有趣的内在的感觉。大前天的心动讯息，其中一封是来自伊娃，那这个是我没有料到的。那就像他今天选择我也没有料到，因为我们就是也有相处过，所以大概知道说他是一个可以刚加入就愿意向我敞开心房的人，适合跟他一起表现的人。好，3号是我。同期。哇！你知道变成鸡拼图，我不还没抽签之前，我就确定我自己是想要跟同期一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同期虽然真的有时候就是我们2个讲话不对频，但是其实我还蛮喜欢他的，就是跟他相处在一起很自在，然后又很有趣，就是不会无聊。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就剩下我跟卢燕跟索拉雅，所以其实他选谁我都不太惊讶嘛，因为我们社会组就是其实大家都蛮好的，对啊，他选我的话就是可能我坐在旁边之类的，我不知道，就我觉得他选我们3个的哪一个好像都合理。讲一下他跟小哈对你来说，他们2个相处起来，你自己感受上的差别是什么？我觉得小哈比较知性，我们2个其实是比较会聊对方的心事，然后会去了解对方。但是跟同期的话，他就是比较傻一点，然后他不太会去问我的事情，然后我也不太会去问他的事情，然后我们可能更专注在聊的就是他现在遇到的状况。那你比较喜欢跟谁相处起来的感觉？如果是自在的话，我觉得跟同期因为比较像朋友一点，所以跟同期相处起来其实是相对自在的。好，那最后一组就自动配对成功。那时候知道要跟如烟一组演戏的时候，依然不意外，甚至直接预料到，有的时候会自动跟他配对到嘛。我都在想是命运的捉弄吗？还是你们本来就想这样吗？那如果是我，可能想到的会是，我想到最差的那次就是对方一直在讲话，然后都不给我讲话了。对方只顾着自己说话。第一次跟萌萌这样合作还蛮酷的，其实因为一开始，因为那时候精神不是很好，其实我还有点担心说会不会跟他合作的时候，可能我没办法讲太多话，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想法很多的，因为我平常状态好一点，我应该想很快，但是那个当下我觉得有一点思考已经很慢了，所以我会有一点怕他会不会觉得我可能是没想法什么之类的，对。但是没有啊，后来就是我还是先主动拿一个记事本记，然后就是我们一起去想。我跟佩佩一开始讨论有点卡，都没有什么想法，然后佩佩好像不太能理解到底要拍什么样的内容，
他有讲到他之前有跟交友软体上的人出去的经验，然后就聊到这个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拍就是一些比较失望的约会经验这样。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要去往你平常失望的部分去想就好了。你平常就照片，对啊，对这种的很无力感啊、失望啊，不知道女同跟异性恋遇到的状况会不会不一样？但是女同也有油腻女同啊，然后可能做的事情也跟油腻男差不多。对啊，也是，也有可能露很多手。就是可能我们可以有他同时约很多个人出来，然后一个是照片，然后一个是太油，然后一个是就是其实我喜欢的是男生，我只想跟你交朋友的。哦，这个超级这个，不然我们就现在这个方向。好，然后我们现在来想，有很多，就我们可以在餐桌那边，然后可能就聊天的时候，画面就先油腻女童，然后他讲完这句话以后，转场划过去这样咻，然后再出现一个直女，然后再咻，然后再换一个下一个人这样。我喜欢，我也喜欢。好，反正其实没分手。跟前任还是好朋友。但我跟前任还是好朋友。没有这是正常的，这种很常会遇到啊。不然就是跟前任没有断干净，然后说只是好朋友。我跟我前任只是好朋友啦，我昨天去他家睡这样而已。我现在还跟他睡同一张床上，但我们只是好朋友。对，好讨厌哦。但我觉得一起想出来的那个瞬间还蛮好的，对，你们有一个一起做出来的东西。因为女生的话，我觉得也可能可以从就是身边都没有女同这件事情上，然后来这边之后就比较一个舒服的环境去互相认识这样子。很多直男就说，可以认识一下吗？那一种。我也想要男生工作人员。依法就提出一些意见，好，我也提出了我的一些意见。就是双方统整之后，很快就是模拟出我们想要呈现的剧情，而且是我们双方的想法其实很契合。可以吗？你觉得这样可以吗？你一直以来都可以啊。这样子会不会加？我在给你问帽子。我眼中只有你啊。那哪个可以？这个吧。这个。我人设就是公子哥，但是软饭男，就是走一个我出门都没有在付钱的。海后的那种，我出门都不带钱包的。你这才是拜金女。我出门都没有带钱包的，这给你演，对方都会帮我付，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付也没有啊，没关系啊。我可能会就是会走一个很拽，然后觉得谁都配不上我的那种，就是身高的类型，想讲话都要这样讲，感觉人家眼部神经失调嘛。会不会？看你啊，你要怎么呈现都可以。讨论完了，我要上厕所。你要上几次？我就水喝很多啊，看到你就一直湿啊。你给我去上厕所。我帽子是要一直戴着是吗？很好看耶，走开了，喜欢。你是喜欢我戴眼镜吧？救命！你可以去上厕所。去上厕所。好啦，直接被攻。你本来就应该被攻。我参加今天的打扮，我今天的造型不是攻，是攻，我是攻。谁叫你做指甲？你可能要戴手套哦。那我等一下怎么办？好笑哦。但我还是就是保持着热情啊，就是会假借吃豆腐之类的，因为它也是需要一些能量。因为我觉得女生可以好好的抱抱，传递能量，男生的就是怪怪的。所以我就才会时不时偷抱他，或者是直接就抱了。对，我今天头发真的很适合当男体。但是他们到底为什么不能关掉？这样很好看。很好看，好 T 哦。不会啊，就是这样看起来，我觉得我的外形很 T， 就好看啊。就原来这个帽子是谁戴都好看吗？对啊，不会，可能啊，可能。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俩比较适合？头发，我就是说戴起来的感觉。因为如果换边戴的话，它会超像服务生的。你确定吗？我戴戴看，你帮我戴。就是服务生，画家。
我是画家，你是插画家，看你或者是你是画家，我是插画家。对，这是什么东西啦？干你娘！你走开！哎呀，哎呦，帽子都掉了。他一直拒绝我。好，来，涂，现在涂。哎，干，你真的还没穿。他主动了 ，Yummy， 他主动了。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全国百姓，本人在此声明道歉，不自杀声明。你是在偷偷吸取我的能量吗？色欲的部分。对啊，我在吃豆腐，好好吃，吃太多了啦，我。好好吃哦，好吃，好好吃哦。你开心就好，很开心啊。但你有想过我吗？好，你不喜欢。你不喜欢。你没给我演失落，你都已经吃到我的豆腐了。你还要失落？你需要失落吗？你每天都在吃。失落沙洲，他有几次会闪我，所以他觉得他没办法回应我。这样的话，我其实也会走心，他才发现哦，原来我是会走心的人，我只是不会表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需要你想，因为我觉得你比较那个想法比较多一点。我们可以可能换一点点场景，然后就是可能在每个场景拍一点就是小互动的感觉。就是弟弟也是走那种唯美风格的人，我觉得很好，就是很好。影片的时候我们也是稍微卡关的，然后后来弟弟就是社群上画了影片，就说那我们来拍这个，就是他选的那些影片对我来说都是很唯美、很漂亮的，就是我会愿意去拍着。我们可以从就是一开始认识，然后就是一个起承转合，对那种感觉。你觉得嘞？就是一开始我们可能看起来很腼腆，坐在客厅这样，对，就先开门聊天，你好，你喜欢吃什么之类的，对，然后再拍一个近的，然后就我们牵了手，我们是衣服还要换，靠腰哦，好累，就是好啦，可以换衣服，可以。就我们不用吵架，中间不用演一个吵架，不用互扇巴掌。我们可能可以从你不要开心，我没有。好，继续。对，然后笔尖碰笔尖，笔尖碰笔尖，你可以吧？笔尖碰笔尖。好，我会努力的。有白天笔尖碰笔尖，可以，再多就不行，再多就不行了。谁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假装要煮饭，然后就是你可能拿个什么叉子啊、然后就盘子，是然后抢啊，对，然后你就直接一把把我拉进去。你会拉吗？可是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拉吗？就是也不用拉，就是你就稍微这样抓着我的手，然后我自己扑进去。就是一种这样，我这样拿，然后你的手要过来，然后这样就是这样扑进来。然后扑进来之后，然后我拉开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笔尖碰笔尖，就是因为都是你拉开，你不能一次全部给我直接回去。那我想一下，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拿一个，然后就可以，我觉得这样可以，这样很唯美吧？非常好漂亮，这个画面好漂亮哦，各方面来说都好漂亮。就是坐在那里聊天，然后就是很自然互动，就这样，这种，你觉得可以吧？我觉得这部分可以，好多片段，好不错哦，我们好多内容。你看我是不是很厉害？就各方面都是那种很唯美、很漂亮的画面。对，我就跟你说我心里的甜甜恋爱的样子。你还是个宝宝，对，我只能纯粹的谈这种很干净的恋爱，再多就不行。你看那种经历过太多了，就会觉得说，太无聊了。对。索利亚可能就不喜欢这个类型。对。这样我还要跳吗？因为我跳我都抓到。等一下，你要给他2-3秒，你不能直接就。就是你拉我手手。我刚不是拉你手手，你刚直接抓肩膀。好，开始。Just won't leave me alone. Is another 알아보겠어. 拍那个短剧，我是真的
你要说不心动吗？不可能，我快被吓死了。这太近了，就是各方面来说，就是好多动作都好近。我会比较好。你不要问有没有，关键是我声音就停个5秒会死。哦 ，shit！ 你不要讲话，你也不要动，你就这样，对，当一个死人，可以吗？做得到吗？好，我这骂赢他满身汗，气死我了！眼神不要那么死。因为我跟同期的剧本就是有一些可能需要靠比较近的动作，然后因为我知道他比较害羞，然后我们是有想了一个安全词，他好像也来不及喊出来。我其实有在努力，就是不要碰到了，但还是有时候会不小心碰到。但是他好像也没有躲，就觉得我们两个是不是也可能有一点小火花之类的？哦，救命！我没有想到我们主持人会碰在一起这件事，这我真的有吓到。不过弟弟说他也是没有抓好距离，所以就碰到嘴唇的那一瞬间是我开播以来最心动的时刻。他真的很香，然后他真的很柔软，我觉得我很开心。跟我搭档的是弟弟，因为还好他拍出来的东西是我想看到的东西。好，男生都烂透了啦！我没跟女生交往过哎，你会喜欢我吗？我家的猫会后空翻，你有没有兴趣呢？哦，我跟我前任还住在一起啦，不过我们只是好朋友，你会介意吗？不然什么时候可以遇到一个正常的呢？那你觉得你们拍出来的成品会好看吗？我有点不敢看哎，拍的当下觉得蛮好玩的，但是后来想说要看到成品好尴尬哦。最终的结果就是由我们5位工作人员自己的观察，还有对你们刚刚的表现做出的一个评断，然后每个人都有1票，然后我们就看到底谁会获得最多票。觉得我们这一组应该会是最后1名，所以就是他们3组内容都好像是蛮有趣的，然后我们就是很偏平淡，然后很日常，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是最后1名了吧。就是我会觉得说，妍跟索拉雅那一组就是表演型人格嘛，就是我觉得他们很适合演戏，然后就是也很开放啊什么的。那我们就先由1号工作人员阿忠讲出你想要投给谁。我会选同期跟弟弟。我应该会选如燕那一组。对，因为够有喜剧效果。我会选哈村那一组。哇！我本人投给萌萌这一组。目前是平手嘛，对不对？对啊，太过分了，好关键哦。对啊，最后就剩爱迪生喽。对啊，最终获得奖励的是弟弟跟同期。哇！恭喜恭喜！好想看哦。我没有是真的蛮不能的。天哪，我居然是第1名，什么状况？因为我付出了嘛，就是因为我那样子做了嘛之类的。就是他说我们获得200块，就好，我们获得2000块，我们第1名。我会超好奇他们拍什么。
因为大家的主题有点接近，就其他都比较像是，然后通常是负面的，但他们拍的是恋爱感。哦，可能遇到很超棒的人吗？这样子就是相反的，是拍好，我就觉得很特别，这组拿第1名这样。但又因为说我大概知道，就是同期跟弟弟之间，可能他们的感情发展是在我意料之内，所以其实当下我的感觉不会很紧张，就是我会不管我喜欢的对象做出什么决定，就这不会去改变说我喜欢他跟他展现的好，然后还有我因为他的好而喜欢他，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那不管他今天选择谁，我都觉得说我喜欢他就是正确的。哇，打开，哇，真的，看我一下，真的啦，1人1000呢。喝酒喽！Oh my god！ 那你们2位就准备出门，拜拜。要去吃小鸡私厨。去小鸡家啊！忘记这个了，现在因为我忘记有这个奖励了，听到那个大家我是直接跳起来。你都不会帮我整理我的刘海，干嘛呢？刘海很重要，刘海对有刘海的人来说很重要。我还要帮你整理刘海。不是啊，你至少你知道你今天剪刘海那个屑屑还在水槽里吗？我还帮你冲了一下。哦，那真是谢了。不是因为它太长了，就我觉得我中间这一小撮太长了。看你这根没剪到。那你有没有想过，它可能是旁边它就是那里的，你不要把它。不是，它是旁边的。有啊，听你刚刚的回答，就是还是没有人接住你。不知道。不知道。对啊，就是听你刚刚的回答，就是老样子。不知道，不好说，就这样。什么鬼啦？什么东西？我们在聊天，就应该不知道。同期有问我说接不接住的问题，那是因为昨天晚上就是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他一直觉得就是我可能一直照顾他，然后或是照顾其他人的情绪，然后常常可能没有顾虑到自己的情绪，然后他就会觉得是不是在小屋里面都没有人接住我的情绪，所以他就问我说那我今天有没有被接住？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是觉得他的心情看起来不差，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今天有谁可能做了什么举动让他心情好了一点，所以我就问他说你今天有被接住吗？什么啦？所以没有人接住你，或者是我觉得你真的不用想那么多这种事情，你知道爱情就是突然来的啊，所以你不用想这种事。对我来说不是啊，对我来说不是突然来的。不要说是我啦，其他人去接住他也可以。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那他这样今天有没有被接住了？这样就是会好奇说，今天有没有跟谁有进展之类的。我快点，有没有啦？没有啊，没有就没有，你跟我讲那么多，你会说我很笨，你只想说我很笨吧？那我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个状况。你说，你今天跟谁接触最多？你躺在谁的床位上聊天，然后你跟谁一起拍了小短片，然后你还是想不出来，你都过了10分钟了都想不出来。你跟你，对啊，这样，那你觉得我有被接住吗？所以你怎么会问我有没有被接住？我跟谁相处最多，然后那个人都不知道了，那我要怎么跟他说？哦，你没有，我有或没有？就是应该是说，因为我跟同期聊天，常常我们2个的频率是不对频的。常常我在跟他说什么，然后他好像都听不懂。可是我觉得我已经有时候蛮直接了，但他还是听不懂。我当时是想要跟同期说，其实我今天一整天都是跟你就是一起，我们今天早上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吃早餐，然后吃完早餐之后，然后可能又在房间里面聊天，然后又一起
就是拍了短片，然后我觉得我今天一整天都跟他在一起，然后我就觉得你怎么会不知道我的心情状态之类的？他没有就是理解我在跟他说什么的时候，我是有点小失望的。你只是觉得我笨？是啊，你现在这表现很聪明吗？我就这样问。你说的出口，我就相信你很聪明。不知道，就有点我怎么会这么笨的那种想法。不是啊，不然这接住知道怎么接住，谁知道？你又讲不出一个所以然。他一直在接住我的情绪，我也希望他的情绪能被接住，我也希望我可以接住他的情绪，但是他要怎么接住他的情绪，他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没有，我没有一定要谁接住你，我没有说你一定要谁接住你，我只是觉得，被接住的感觉没有不好，就可以接住你，我也想去接住你啊。谢谢。为什么我就像被发好人卡？好痛啊！对不起，不是你这用心在打我，真的谢了，没有，哇，可能就卡到骨头了。谢谢你的用心。突然觉得，我被发好人卡了吗？什么意思？不是啊，不是，就是哇，真的还一直扫下破眼。虽然说我也想要照顾他，但是我可能比较抓不到他的点嘛，或怎么样的，所以可能对他来说，跟我约会的部分比较糟糕一点。可是我觉得我是有尽可能的在找到他想要的东西的，对。嗨，然后就掉下来吗？不会。好。你这边吃那个药，我觉得真的是太多天没有睡好。其实我之前也会跟朋友玩到4点，但是玩到4点的话，我都要花个2-3天才会感觉我活力又回来。你说1天，然后就会需要花2-3天。对啊，那个时候啊，因为我以前也不会夜唱啊，怎么夜冲啊？其实我都是为了跟朋友玩才会去的。跟佩佩那时候在房间里在聊，他就说他也不知道我来这边以后前几天在干嘛，然后我们就各自分享了我们来这边以后大概前4天的流水账。那时候我们被指定要去厕所的时候，你有什么？我觉得有点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超怕亲到别人嘞，不知道为什么，很排斥。对啊，好可怕。我能想象这个游戏第一个要接吻的是我跟伊娃，我那时候选伊娃，对啊，而且我觉得他不好亲，他不好亲，去跟他讲。没有，他有一个这个钉在这，所以你看到会有一点犹豫，就是怎么用？对啊，而且其实听起来好奇怪，我们是姐妹，但是我又很自豪，就是在场之后我亲过她，是吗？对啊，是对不对？只有我亲过美女哦。我觉得我跟他聊天很容易，就因为很小的一个话题，然后就可以聊超远。就那一天晚上在公园也是这样。我想到有一幕那个什么酒，你知道吗？我那个我有录，好好笑。你有录？你说乳烟那个对啊。哎呦，你还说你喝太多了吧？我一直重看，好好笑。他吐得很慢，很慢，很慢，可能怕流出来啊。我那个时候想说还有多久，还有多少？而且我录的画面还有那个伊娃手机的画面，我大概看一点点就好，然后我手真没有，不敢看，那你看这里，我不敢看，你看他手机的，你可以跟他要这个影片，好可怕！我不要看了，不要再给我看了，这辈子不要再给我看到了，真好笑。你不是选3个那个吗？杀掉、交往跟上床。我那个时候想结婚啊？对，结婚。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说爽啦，就是还好你没选我当结婚对象。你不觉得选结婚对象很那个吗？对啊。这样。你那天有跟我讲，你都，请问我们那个在公园3个小时，你是不是全部都忘记了？我只是可能没有记那么清楚。我以后跟你聊天的话，我们不能喝酒，因为你会全部忘记。我不会忘啊，你跟我讲过啊，你就说因为结婚是那个啊，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哦。我记得我那个当下，听到那个当下是觉得说，就是感觉是最强烈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嘴巴笑到真的是真害羞到不行。真的假的？对啊，我记得我这样。你对我的感觉不一样吗？是这样吗？那你说你为什么选？因为那时候你是我的好感第1名啊，然后伊娃就是她就很稳定的一个人啊，感觉结婚就是要稳定啊，而且她长得漂亮啊，那就基因好啊。对啊，我那时候当下还是解读，晚上还问 ChatGPT， 真假的？我要看，给我看，我先看能不能给你看。好。怎么还问这种问题？会被我放进 ChatGPT 的人都是不一样的。哦，我不要给你看，我不要给你看。我要。好，不看就算。我只是想问他确认真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我那时候解读嘛，就是结婚不一定是有感觉的，但是上场的感觉应该就是生理上喜欢或者心理上喜欢才会选他。所以我那个时候当下就觉得，哦，萌萌喜欢我吗？这样子对。后面那些真心话大冒险的话，才是都比较选你。这种感觉。为什么你会选我当聊天30分钟？大家一直问我有没有很意外，但是我就一直回答说我没有很意外。他们问我为什么，我也回答不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回答不出来？为什么？就是有一个感觉啊，但是因为也不是我选的，我那时候好像就说50-50，就我可能占50，然后其他剩下的人是占50这样。哦啊，反正意思就是说我一定会选你嘛。对啊，但是我也讲不出为什么啊。所以我要问你为什么啊？我后来发现你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聪明还是没有题外话，就是我妹说我很常会把自己的心里的那个在思考的那个脉络省略，就是以为别人都会知道。真的。哦，真的吗？真的。你也这样观察觉得？因为那天我问你为什么会把我推出去跟伊娃约会啊？哦，我当下也觉得你应该会知道。反正就发现，其实很多事情我以为我们有默契，或是我以为他会知道我怎么想，其实他根本就看不懂我在干嘛。对，蛮多这种时候。那时候让我动摇我那时候在想说，还是你已经没有想跟我出去了。而且那个30分钟来找我，如果不找你，你就动摇了，我就不会再理你了。没有啦，不是啦，我就可能会真的觉得你可能已经对我没好感。哦，你是因为这样子，而不是因为我害羞，所以你就觉得对我没好感？不是，因为我也没办法确定啊。可是我很多原因都是因为害羞像是我不常找你讲话。对啊，或者我不会去坐你旁边啊，或者我床位不会选你啊，然后你说约会对象不选你也有可能啊。可是为什么都是我在选啊？因为你有权利选啊，又不是我不选，都是我。不是，你有权利不要选我跟伊娃出去但你又要选我，你也不会主动来找我讲话。我问你，这几天你有几次主动来找我讲话？有吧？没有。我们快要被那个外面那个人传染了。这是什么？不知道，因为他有这样。被传染了。对啊，你说啊，你几次来主动找我讲话？有吧？怎么可能没有？哪一次啊？你讲啊，你举例啊。有啊，举例啊。有啊，举例没？有啦。对啊，什么时候啊？不知道。才没有。不是，因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啊。对啊，你看，我起码还会找你找话题。你看，我床伴选你你在房间躲着的时候，我来找你我没有在躲着，我只是在睡觉。你来房间睡觉的时候，我来找你30分钟也是我来找你很棒很棒很棒。然后你还说我不主动吗？哪有啊？我没有说你不主动，是你自己讲的。是你刚刚自己说你害羞的话就不会主动找我讲话。但是你完全没有啊，那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你觉得李佩瑜做就好了，唱什么？你佩你的本名。谁知道你叫李佩瑜啊？佩，他们想说新来宾，佩佩去做就好了啊，真的是。床位也是我选你啊，你看。床位的时候我根本也没有选择权啊，床位你第一个选的耶。对，我唯一可以选就是我不能选你的那一次啊。是这样。对啊，也是你拿到那个30分钟的卡，我拿到那个拍立得哎。我那时候想说，好好笑哦，好惨哦，默默。不可能。我有时候会避开你在的环境。为什么？我害羞啊。好吧。你都不会吗？你还好？我会僵硬，但是僵硬是比较觉得我好像该讲话，但是又不知道讲什么。所以你是一个不会害羞的人，是不是？应该会吧。那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不是啊，我很久没谈恋爱啦，所以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我已经忘记。没谈恋爱跟害羞是同一回事吗？人家那个谁啊，同期啊。哦，对啦，他只谈过2个100多天的啊。因为他第一个不是100多天啊，第2个啦。对啊，都100多天啊。还是你没有想那么多？你不是一个情绪外露的人吗？我就变熟以后会情绪外露吧。当下对于你的想法没有说很多东西不确定，所以我也不会说特别去问，甚至说有时候我也不敢知道答案，或者不想知道答案。我可能问你的心动排名有谁，我也不会去问说第1名会不会是我，我不敢问，因为假如不是我的话，我也觉得我干嘛知道？好险你没问，因为问了我可能会冷掉大概3%。冷掉3%是什么意思？就是也没有冷太多，就是一点点的。那为什么？这种问题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冷掉？表现出了一种对自己的不确定感。哇，就是细节。对啊，就是我就觉得对方感觉自己有一点点卑微的感觉。对，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没错，像我也是。如果他这样问的话，对自己那么不自信嘛？对啊。而且我觉得我也没有到很不明显，就除了我们比较少讲话以外，就什么互选什么的，我也都是选你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好像也没必要问。对啊，就是答案不是或答案是，好像我觉得也没差，我用看的就知道了，不用问。对。这一餐比那个2000块还要贵，这餐可能值个5000块。好吃，卖相不错，但我不太确定味道。很好吃。他煮出来的那些东西是我这几天吃过最好吃的东西，真的就是最好吃，没有在开玩笑，没有在客套，没有在浮夸，真的是最好吃，没有在开玩笑。你从节目开播后到现在，对几个人心动过？3个。怎样？没有啊。那你嘞？4个吧。9个女朋友，4个男朋友。我是说对4个人我好，不是这个问题。我已经忍住了。哦。4个。4个吧。4个吧，5个吧，4个吧，5个吧。你全部都喜欢算的啊？我确实全部都喜欢。那你现在1、2名还是你的1、2名吗？现在我的1、2名变成我的1、2、3名了。什么意思？我的1、2名都是第1名，我现在我的1、2、3名不是第1名。我的第1名有3个人，这样讲比较合理。第1名有3个人，哇哦！怎样？我就嗨一点吧。我就在钓鱼嘛。我的前1、2已经是 CP 了，我也没有打算要真的看到什么血流成河这种状态。他们成为 CP 之前，其实弟弟就一直在往上冲嘛，然后到现在可能我的1、2名下降了，然后弟弟往上冲了，所以现在弟弟可能会是我的首选。
可以这样吗？因为我以后都没有聊。可以啊，可以啊。我就像看我现实。好快乐，好快乐哦！他看了吗？我不知道，其实我看不到。哦，没有，我只想说这么快，好像看不到，他看不看？他好像还是只是把我当很好的朋友。他有分享那个限动的照片，然后他有去私讯佩佩，然后跟他说：“你赶快来看我的限动。”然后我就发现他一直在看手机，然后看人家对方有没有回他。其实我事后有跟他说，就是你知道你刚刚吃饭的时候都一直在看手机吗？你根本就没有认真在跟我聊天，你都一直在等人家的讯息。然后他就跟我说：“哪有，我只看了3次。”就是看了3次，就是你说真的很生气吗？其实也没有，就只是觉得有一种你当下跟我约会，你可不可以好好跟我约会的感觉。但是就是事后聊天的时候，还是觉得好像这就是他。你会不会觉得很冷？会。等一下我调一下。要求21度我在想说，今天早上起来超冷，然后一看遥控器19度。啊，是啊。我想说，昨天我们到底是怎么睡着的？好被整后。还有什么想分享马来西亚美食？很多那沙爹呢？我觉得沙爹很好吃，但是好吃的是它的酱。那肉骨茶呢？肉骨茶你喝过的是哪里的？我喝过干的跟汤的，然后也是在沙巴那边。那我觉得你吃到的是好吃的。有分吗？因为马来西亚人比较看不起新加坡的肉骨茶希望新加坡人不要看这一段。它在哪里？新加坡的？他们的有一点像那个胡椒汤。觉得我喝到的其实很胡椒汤。真的吗？那你吃到的应该是那种不好吗？那好吃真的吗？而且它还有一盘就是生辣椒、生蒜头，对，然后可以空加，超爽。你不是最后问我说你有做什么事情让我扣？对，你为什么要问那题？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或者是你为什么会对我有好感啊？因为我们从来没聊过，然后就莫名其妙2个人一直互选啊，不觉得吗？可是我们有没有聊过，就是就像你跟人说，因为我现在很想了解你之类的这种，你可能对他的好感是出于一种你的好奇，但我们从来没聊过啊。然后我们2个就一直就是在互选啊。可是你是用失望来开头不知道我听完我难过啊，我有一点点难过，因为我以为你觉得我会因为什么事情然后对你失望吗？但我比较不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很怕别人失望，很怕给别人麻烦所以我那时候就会想知道这个吧。我之前会不敢大笑，因为我怕会没气质什么的，然后可能会喜欢的人就是对我有的形象崩坏什么之类的。同期自己在帮我分类说我是扣分制。为什么？没有，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说，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感觉这种东西很飘忽不定的。然后我其实很害怕说，因为对方我可能今天跟他聊天，就什么东西突然就没感觉了，或者说我突然想到什么事情，我就对他没感觉了，那我会对这件事情很不喜欢。我是会难过，难过说为什么我觉得可惜。对啊，但是那个可惜是因为我没感觉，就是以前我喜欢过的女生，因为我印象中我记得我喜欢她的时候是我在家躺在床上，我想到你我就好开心哦。可是后来我发现我想到她的任何一件事情我都没有感觉，我就非常难过。到那时候我还哭我就写了一篇文，我想说我真的好难过，为什么感觉这种东西那么容易消失？我不喜欢他直接把我定义说我是这样扣分制，就有一种像是别人跟我相处会有压力吗？好像他会胆战心惊说他做了什么事情我就不喜欢他。我那时候以为你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是大嘴巴。然后我就想说你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会不会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印象什么？没有，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记得后来同期有来跟我说，我已经忘记这个电话前还是电话后，有人在那边说什么，他跟你一样也是扣分制这样。你也是扣分制？我是扣分制啊。那你的扣分制是这样？我听听看。我的扣分制就是我一开始喜欢一个人，我就把他想象的超级美好。对，对，他就是在我心里，我只要对他有好感，或是我已经开始喜欢他了，
他在我心里就是完全是100分，然后可能跟他越相处，发现哪里合不来，然后开始扣一点。对，刚好时间接触到慢慢扣的时候，他还有70分以上，那我可能就会想要跟他交往。哦，那我扣到70分以下，我可能就会放弃这样。哦，对，哎，同题这样跟我讲，他是不是拿你的东西来讲，拿你的东西当题材？对啊，同题。对啊，我就是这样啊，这个是我，而且这个是我分析很久的才得出的我自己的习性。所以我其实之前是会喜欢跟我喜欢的人保持距离感。这可能是为什么我会喜欢追星吧，因为不管怎样我都不知道真实的人，就不管暗恋还是追星，我都不知道他们真实的样子。我没有跟他们聊天，可能一聊天就会破灭。对啊，觉得他们如果在我心里都是100分的样子是最棒的。对啊，对，我之前也这样觉得，说我不太喜欢就是一直相处，我会觉得想要很慢，再慢一点，让我活在我自己的想象力久一点。对，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个性也蛮像的他说话很直接啊。其实我很常他在讲的话，过去的经验上怎么会那么像？这是我吗？的那种感觉。那后来我们出去聊天的时候，就是你对我有什么改观或者什么想法吗？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像，虽然我觉得你的直觉比较烂。随便啊。但很像是好还是不好？你会怕不好吗？但我不知道我们2个都是这样的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觉得我的100到0是有分阶段，就是只有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其实我对我喜欢过的人，我爱过的人，我是可以喜欢爱着他很久。你说100到0，只有在很初阶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还对他在想象的时候，但是当我确定我是喜欢你的，我就通常感受不会变太多。你说100到0之后呢？在之后，其实我觉得我爱过的那些可能前任或者喜欢过的人，他们也超多缺点啊，缺点多到爆啊。但是我爱过，我完全可以接受你那些缺点。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解释我自己，我也不太确定，因为我觉得我也算是一个很容易变动的人，然后所有感受也常跟着另外一个人的反应，就是他给我整体的感觉去变。我没有办法被追到。如果我没有感觉的人他喜欢我，我是不可能喜欢他。对。但是如果我原本就存有好感的人他喜欢我，我会更喜欢他。对啊，对，没错。我就是那时候有讲到，我跟他可能都是很容易从原本对对方的喜欢是100，交往期间，然后可能会突然扣到0。我在讲的时候，他有强调说他是只有在喜欢阶段才会这样，但我的经验是我在交往的时候也会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点担心他听到这个以后之后会担心吗？就是会没安全感。然后我那时候很想要圆回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圆，因为就真的是这样，就我也没办法控制。我又很努力想要捕捉他一些细微的表情，但是还是有点不知道。但是我想，如果是我听到的话，我绝对会记得，然后可能之后也会有点担心嘛。我就算担心也没办法控制，但是这件事情多少会有一点小小的影响到吧。我记得我刚分手的那阵子，我一直有抱持一种心态，就是我不知道交往到底是怎样，就是交往之后跟没交往到底有什么差别。你问一个单身4年的人这个问题，对，基本上已经忘记交往的时候是在干嘛了啦。就2个人一起去吃饭啊，聊天啊，但聊天是分享生活吗？忘记了啊，忘记了。聊天是在聊什么啊？已经忘了啊，好像是对啊。但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可能之前在交往的时候，你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对方身上，做什么事情都要想到另外一半。然后因为我分手之后一小阵子，虽然没有到很久，但我会觉得，我要重新再跟另外一个人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要跟他分享事情，要把时间给他，就是我真的会这样做吗？这种感觉。但是我那个时候会想说，可能我还没有遇到很喜欢的人，所以我没有这样做，所以我想象不到。那假设如果今天是我，然后我们离开这里以后，你会想要跟我分享生活吗？我觉得要看，其实我会，但是我其实会很害怕对方不理我了，因为我觉得我这阵子其实蛮长，就是交友软体上会跟人家讲话，可是他们很长一阵子都会消失，但我其实很稳定，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还是会跟你讲话，就像我今天很忙，但是我会为了想要不要有那种什么忽冷，我就还是会跟你分享一些事情这样，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好像
很容易就突然就不讲话了，过一阵就不理我了，那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这样子去维持这个关系？会不会是可能也还没有认识太深，然后他们可能也觉得就放掉也不可惜。我也可以这样想啊，放掉当然不可惜啊，没有你我也没差啊。但是我会觉得说，我既然我都已经要跟你聊天了，这是要花心情花力气的。我其实我有放一个心在那里，要跟你维持。但我就觉得我每次都是被那种不读不回的人，我觉得不好。所以那天听到我说我不喜欢回讯息，还是你忘记了？我记得。你是多担心我那天把你的话忘记？因为我现在已经不确定你到底记得哪些啊。我都记得，我只是没有记得全部，好吗？哦，我想想看，你说你会不读不回讯息，我不爱回，但是因为我没有交往对象，我也没有暧昧对象，所以我已经忘记我跟我喜欢的人聊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前提是我要很确定他的心是怎么样，因为我之前聊那些人，其实我们也不会说什么聊过这样的天啊，不可能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心到底有多少在我身上，他到底有多对我有多好感。但如果今天是你已经跟我说你可能不常回讯息，可是我知道你心里有我，那我觉得也没差，对啊，就是我知道你的状态是什么就好了。你为什么是把骨头丢到我盘子里？这是我的骨头，不是你的。我的天哪，不行！我没有跟你约会，我再也不要见到你。我要重演一遍，我要疯掉了。好，你丢吧，你都丢了。你们继续聊天，刚刚是这一啃完之后，自己默默的哭。等一下。不是，那你丢回去，他又真的吃一下。你为什么？我看到有肉。他又在啃。我真的不想见到你啊！因为我看到有肉。等一下，你害我睫毛又粘在一起，我真要被，我被气的一个。看到肉嘛，然后嘞，啃掉啊！我真的有情绪。你不是说你你今天拜托你今天不要传讯息给我，我求求你，我不想收到你的讯息了。我跟你说，佩佩说他不想跟我约会，所以我不会选他。不是你在跟我说什么？然后只是说我会当真哦。你当真没关系。所以我会再啃一次吗？好，你啃吧。我没有啃。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把骨头丢到我盘子里？不是你那边不是骨头很多吗？不是，这个盘子是我的，我的骨头看，不是你可以丢自己的。我真的看到一次就崩溃。不是，我当下真的很震惊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做。就我会想要把可能厨余全部堆在同一个地方，就我跟家人吃饭的时候是这样，放一起的话，在收拾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就是你就不用每一个盘子都在那边一个一个这样倒，一个一个这样那边处理，就是你只要一次把骨头全部丢进去就结束了。这个举动是一个有效率的举动，我下一次就把骨头丢到弟弟的盘子里面去，看起来上面已经没有他要吃的东西，就是我以为那个盘子已经没有要用了，所以我就很顺手的就是把骨头放到他那边去。不是，你不是放骨头了吗？对啊，我放骨头了。那我不是也放骨头吗？对，不是，这是我的盘子，你的骨头可以放你的盘子。你有理解这整件事吗？是你放骨头了，我刚刚放骨头。对，好，你丢吧。这是公共丢骨头的。你不是说你情绪稳定吗？我觉得我跟弟弟的交情有到，就可能跟家人一样亲近，只是没有想到，这对他来说可能是雷区嘛，或怎么样，就是没有想到他对这个部分这么的在意，就是可能刚开始不理解为什么只是丢个骨头而已就会这么的激动，然后就想说我就一起放在那边，这样他们等下说好酸。你有领地意识吗？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是正常人都不会让。我跟你说，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然后再解释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跟你解释不清楚，我要疯掉了，我真的要疯掉了。好难嘞。好。
如果是你有领地意识啊，我没有领地意识，你就跟我说你有领地意识就好了。不是，那因为如果说什么我今天你放毒糖，你才放我这边我没有放，就是合理，因为我也放毒糖，大概就5盒。没事，你都放，就放着吧。没有，没事。所以我垃圾可以丢那里，你丢吧。哦，怎么了？好难理解哎。你丢吧，你都丢了。你叫我丢的啊？对啊，我有先问哎。我知道啊。可是垃圾我就不会自己丢过去啊。哦。那再给你选一次，你会跟谁约会？你呀？为什么是我？不知道哎。你不选你的第一名的其他2位吗？毛毛我约过啦，现在的心态比较多是祝福他们。哦。如果他们有主动来找我的话，我会跟他们去约会，但是我不会再主动找他们。那你会希望谁主动找你？说找我干嘛？约会啊。不要啊。为什么？好累。累啊，很累。没有。真的哦？我觉得没有。我不会想约会啊。我干嘛要希望人家主动来找我？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很多朋友就是他们有抓到他们男朋友可能会跟就是漂亮女生说你好漂亮，然后他们就是会很难过什么的。我也是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我觉得如果要交往的话，我一定要是对方心里最好、最漂亮，然后最高的那一个人，就是没有办法让其他人去分掉这个感觉。我自己是这样觉得。你一定要他在你心目中是第一名，我一定要我在他心目中是第一名。那要最重要吗？不用跟友情和亲情比。但我完全不能这样比。但是至少在一样是可发展关系的这一群里面。如果你会称赞我，也会称赞别人，那我宁愿你不要再称赞我了。我记得我前任我问他过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我在感情里面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他说安全感。他说哦，真的吗？安全感？他觉得只要任何时候他想找我，我一定都在。那我觉得我前任给我的也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不会担心他突然不喜欢我。你很喜欢安全感？为什么？我喜欢稳定的感觉啊！我不喜欢我要去猜，我要飘忽不定，然后我要去问你今天在干嘛，你为什么不理我什么之类的。所以你有曾经因为这样内耗吗？多少会吧。我就是连那种朋友一般讲话，他可能2句比较没笑，或是比较冷淡，我就开始想说刚刚讲错话吗？刚刚讲错话吗？真的哦。对啊。所以你喜欢直接的，因为你不用去猜。对啊，我就是很讨厌去猜啊。你说你最后一次交往是大一哦。我觉得这是加分诶。我觉得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加分。为什么？因为就有一种很经验比较少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是加分的啊。怎样啊？没有，一直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你交过几任啊？严格来说是1任。就是你今年分手的那一个。对，我觉得我们真的有时候真的太像，我觉得在个性上真的很像，而且我觉得我没有看过欸。我觉得我没有看过。确实真的没看过。好，我讲哦。就我昨天哭的时候是在讲到，等一下，我以为我好了，就讲到他在那个环节忍很久欸，他想要哭，他就一直没有讲，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岔开话题。对啊，但是我一直跟他说你要讲，他就直接跟我说是好的，然后他就开始好像要哭的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好奇啊，是什么原因，跟什么有关？跟我吗？那是跟什么以前的人吗？还是跟自己有关系吗？然后他说什么跟未来有关系？我说好险，不是因为想到以前的人这样子。你对就是另一半职业你说那题哦？对，然后因为可是我说家庭主妇，好啦，我知道你的家庭主妇的意思就是好了，你讲
但是我说的家庭主妇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就是另外一个人他没有被任何的职业绑住，而是就是他不是真的在家煮饭做菜啦，就是他就是一个他今天没有任何经济压力，他就是可以去做他任何想做的事情。我忘记我有没有跟你讲，就是我一直想要当作家、当编辑。有啊，你有讲啊。然后不会跟不熟的人讲，而且我只会跟感觉能理解我的人说，就对这个梦想是蛮茫然的吧。然后会怀疑啊。看上面，就也没有人怀疑我，就是我怀疑我自己。对，你会自我怀疑。对，然后就是也会觉得好像很难，因为就是可能中间门槛很多，然后要达到某个领域的顶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多人在写东西，但是只有少部分的人能真的被看见。那时候你在讲，就是你希望另外一半可以去做他想要的事情，然后希望他可以在他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什么的时候，是很打动我吧。就是如果我在我想要就是在我想要希望另一半可以追寻他的梦想等等的这些，为什么你会有没有这样子的念头？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提倡，觉得人应该要往自己真的所爱的地方去走，追寻自己所爱的那些人是非常发光的。包括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也是在走这条路，所以我一直都很希望，那我的另外一半就是做他真的想做的事情。所以当他在讲的时候，就是看到了我好像一直想看到的那样的人。如果我在追求梦想的这条路上，如果就是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支持我的话，我会觉得很安心，然后可以提高我的勇气，然后还有我的自信，这样就不会自我怀疑。也还是会自我怀疑，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至少会有一个完完全全支持啊。一直都很像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走这条路，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可以牵起我的手，或是举起一个手电筒之类的，让前面不要那么黑暗的话，就是感觉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关于他的梦想，对这件事情，然后我那天给他的回答，会让他觉得他想象中的未来，好像原本可能他自己很孤单吧。那他可能想象中未来，可能如果真的有机会，有一个人会像是有一个光一起走的感觉。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哭，主要是因为对于未来的画面很模糊，至少我现在是这样。然后就是要不要考研究所这件事情，我其实也犹豫了很久。然后大概从今年3月多的时候到8月，我都是在一个行销公司实习。就那个环境我其实很不开心，可是我还是继续做下去，因为就是要转换，然后找新工作很麻烦。也是因为那时候那个部门倒掉，然后只是被裁，所以才强迫我要结束这个工作，然后才可以比较静下心来思考说，那我接下来我是要找一个正职，还是我要去考研究所？然后还就是决定了要考研究所，可是因为考研究所这件事情，就等于我要再继续跟家里拿钱，拿个2-3年，就会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就我有哭着跟我妈说，什么我会不会是我们全家最没用的人？因为我弟现在他自己的梦想，他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已经完成了很多事情，然后反而我就是一个姐姐，那还做的没有他多。然后考了这个研究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有代表我未来的梦想可以有什么进展，因为也不知道要干嘛，所以就还是先考研究所这样。现在我对于未来的想象还是很模糊，所以那天你讲的那些话会让我觉得，就居然有人会这样想，觉得好像未来有人，就是还蛮有力量的一件事情。已经哭第10次了。就我大家看到他的时候，我眼睛也是在发光的，就是觉得说天啊，就是遇到一个我一直在想象中的人啊。当然我没有说话，但是我心里是看着他，我想着天啊，他就坐在我面前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以前跟其他人说话，我觉得我也在他们身上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特质。
那这样你不会担心说我这个人真的会出现在你未来吗？如果你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值的话，应该我没有期待你会出现在我的未来，我是觉得既然可以遇到一个这样子有这种想法的人，这件事情让我很感动，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远，只是我没有想到对于我们之后还会不会有发展这件事情有点难想那么多，毕竟现在还是在这边，然后还有2天，然后每天都没睡多少，就是也是有点不想出去，又有点想出去，就觉得每天都好累，我想要回到我的床上，可是在这边又好快乐，因为有你们。那所以当天那天讲的时候，感觉没那么强烈。有，因为那时候你讲发光发热这个词之前，我在心里已经想到这个词了。哦，然后我就想说，你把它讲出来这样。哦，但是那时候也喝酒，所以晕的。这样，好好笑，好好笑。那你有讲到我说家庭主妇这件事情？没有，我忘记你讲家庭主妇，你刚刚讲我才想起来，煞风景。所以我之前我想象不到跟别人交往的样子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那天跟你聊完天，就是突然就有了，就觉得跟你交往样子可能应该是蛮有趣的那种感觉，就不会觉得很模糊。我觉得他给我是一种我内心发亮的感觉，因为以前的话，可能我第一个喜欢的人是透过了解变得很好的心灵契合的好朋友，然后才慢慢觉得说，还蛮喜欢他的。但这次我看到他，我真的觉得那种真的让我的心里就是发亮的，因为就是真的是遇到一个我这阵子，因为你越长大了吧，其实你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会让你觉得心里就是看到了某种特质，你真的很爱这样。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当他看到他，就是出现这种感觉，是我以前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会出现的。我们今天是真心话环节，大家可以询问任何你想要问的人，你想问的问题。我想要听你很真诚告白，给你最想要告白的人，你要诉说你多喜欢他，为什么心动的时刻。哇！耳朵红了，你看他，好可爱，好美，脸红了。你刚刚为什么突然对我笑？你这个臭晕船小狗，不是，他刚刚走路回来的时候，就莫名其妙，我看到他就突然对我一个大微笑，就莫名其妙。就是谁在我不要走心，不要走心。就弟弟给完不是他想象中的答案以后，他在旁边一直觉得他快哭的感觉。我要问一吧，昨天背对背的环节，就是你说要亲脸颊，是因为就是怕亲嘴我会拒绝你吗？那如果我不会拒绝你的话，你愿意亲我的嘴吗？我都很想看他们亲嘴，可是我好像没有看到那一秒。我的想法就是，可恶，为什么没看到？亲久一点啊！我有点难过的是，就是你看不到我的好，很累啊，我也很累啊。如果你还看不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1个月只要100块钱。那我现在在你的第一名吗？你那时候是不是讲说很有自信哦？他都膨胀啊！他没有，膨胀。我说妹妹不漂亮。等一下，不是那个意思，好不好？观众们都不知道，他们说他们理想型是Eva的外观，晴晴的内在的时候，我们有多受伤。不要这样解读，我觉得有内在吗？难道我的外在那么不 OK 吗？难道内在不 OK？ 你攻击到很多人哦。那我们就没有任何情境，我们自由发挥哦。再投一把。你干嘛害羞？开始吗？当然是害羞的吧。你可以看到幕后花絮、完整版的约会内容，甚至是成员们观看节目播出的第一反应。但是呢，你要注意，假如你是 iPhone 用户的话，请不要直接从 YouTube 的 App 购买会员，这样会被多收50块的苹果税。所以建议可以从其他的网页浏览器或是电脑直接购买。在그 남편 자리 공간 속 꿈을 노래하